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顺峰，燕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要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昨天呢、前天呢、很多人晚上困不后啊，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费半啊说疫情来最重的崩跌，5000亿美金，啪就这样子不见了。但是最大跌幅也大家在问为什么？有一个股啊一直被点名，一家公司一直被点名，艾斯摩尔说这一季的营收展望不如预期，全年跟去年是相当的，甚至呢现在另一个重点来了，拜登警告啊，你们这一些半导体出口的，只要跟中方有点关系，有可能让他取得先进技术的，哇，我们之后会用最严厉的贸易限制。好啦，这一些内容大家开始在问，所以呢要开始硬起来了吗？其实现在说硬哈，川普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自己这样讲啦，没有人比他对中国更强硬。他最近的这个讲法是什么？是跟台湾要保护费。那川普现在的说法呢？华府他们的讲法是，其实啦，台湾长期以来跟我们买军火数十亿美元啊，甚至讲了一个大实话，说这数十亿美元对美国经济也很重要。我们不是在做慈善，但那有收钱啦，也都有付钱啦。他少说了一个，他东西还没给，有一些钱已经付了，他还没给呢。好，另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台湾这边回应是什么？卓荣泰行政院长讲了，说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责任，甚至我们的委员王定宇委员讲，你们怎么会讲保护费呢？不是这样讲，这个叫做自我负责。还字面翻译嘞。他说呢，这个 pay for defense 叫做不是保护费，是叫我们为自己的这个国防药物防务负起责任。他觉得这个比较贴近美国政策啦，那也贴近实情。可是你真的去看川普的原文，人家原文怎么讲的？前面讲的都对啦，后面他讲什么？他说，你要知道，我们其实跟什么没有两样，跟保险公司没有两样。那这个真的不叫保护费吗？大家也想问，什么意思呢？川普现在呢说要叫我们付保护费，网络上面也开始出现了一阵的洗地，什么意思？来，财经网美他说怎么不早说？因为呢他是这样算的，驻日的美军55000人，日本5年付1兆，那换算台币2100亿元除以5，一年是420亿。他说，这个数学题我们完全付得起，甚至还说他家还可以帮忙超带这些美军。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早说嘛，我们可以有来有往啊。但是讲是这样讲，你知道吗？日本曾经拒绝，因为美国也跟他们要求要调高5倍的驻军费用。韩国走上街，他们说这个根本就是拦路打劫。现在到底要我们多付多少？这一位前川普的国安顾问讲了一件事儿，他说，也不是所谓的2%、3%，是至少 GDP 的5%，甚至他讲的欧布莱恩讲得更直白，他说，你要知道，台湾人应该要比所有人都更关心台湾。譬如啦，我不可能比台湾人更关心台湾，我也不可能派我的女儿去保卫台湾。他女儿不军人嘛？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台湾人为什么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女上战场呢？这个欧布莱恩曾经呢在台湾这边领了一个大勋章，结果呢他建议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学用 AK-47步枪来吓阻对岸入侵，要我们所有人的警局呢都不飞弹、不刺针飞弹，训练民兵。大家想问，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台湾？现在两岸之间看到解放军呢，然后一直有一些动作，譬如有一个最新的独家报道，讲说是对我们在做边缘测试，2艘0721的坦克登陆舰在花东外海，而且那个当时呢还有一个科研船在这边，是不是一直在做水文调查，互相的配合训练？那个部分是日本政府现在又释出了另一个时间长度了。以前说大概他们入侵台湾1个月的时间，现在说呢，解放军侵台从1个月可能会缩短为1个星期，马上就有办法登陆了。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两岸
但其实整个太平洋应该要混在一起看。现在中俄呢，他们刚刚结束的一个2024的海上联合演习刚收官，结果他们说有很多的作战亮点，包括了执行了火箭生弹的射击任务，里面呢也有跟前舰有关的，譬如这个训练叫做锚地防御，他们特别提到这是水下的潜艇、蛙人、小型快艇，还有空中飞机，等于是整个海空之间的完全联合作战演习。他们特别提到这很复杂，但是是非常切合实战科目，已经演练到这个程度。我们想请教一下亮哥，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大家都在做准备，好，但问题是，如果呢投资方也在做准备的话，他应该要嗅到一些味道。目前费半这边大跌，说跟他的政策、半导体政策有关，也跟营收展望有关。因为拜登政府现在对阿斯麦尔还有东京那个威力创新啊，不满啊，对，觉得他们还在卖给中国东西嘛，还在帮他修，那或者是 DUV 他还帮他做维修，所以美国就要祭出科技战最狠的一招啦，这个就是最后产品的规则啦，就是说，如果你的制造的产品内含了美国的技术，那一律都不准卖给中国，影响范围很大吧？一律都不能哦。所以阿斯麦尔昨天股价一开盘跌了8%，那个台积电事实上是川普保护费是一说啦，那这个也受伤啊，因为台积电也是有美国的制程设备啊，那你在台湾做的东西你就不能卖大陆啊，是那是不是会波及他在南京的厂？不知道那这个还没有成为决策，可是彭博先把它写出来，就说美国的官员对阿斯麦尔跟东京威力创新迟迟不听话，非常愤怒啊，所以就扬言说，你们如果再不听话，我们就要用这个，那事实上美国也有很多厂商不以为然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那大家都不要做生意了，对，因为内含美国技术非常多啊，那如果这些都不能够卖大陆，那你以后也不用跟美国卖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国的公司不会受伤啊，所以可是这个传闻就让昨天的费半都是大跌，大部分都是7%起跳的跌啦，就只有一家逆势上涨，叫英特尔，因为英特尔没有这种事，因为英特尔已经彻底被台积电还有三星击败了，所以大家都没有用英特尔的东西，英特尔还涨了4%啊。不过这个还要再看啊，因为我认为没有那么容易就真的这样干了所以你看今天台湾的股票也是嘛，最大跌到500多点，那最后收盘是370几嘛，是，就是坦白讲，也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不错了事实上，川普这个保护费纽约时报都已经帮他做解释了这个王定宇啦、民进党的人不要自己瞎掰啦。纽约时报就写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要只看他讲一句话，他只是形象的用这句话来表达他的思考方式。因为他后面讲说，美国就像一家保险公司嘛，对啊，你要我保护你，你要买保单啊，对啊，可是问题在哪里？美国跟日本、韩国的保单那是有契约的，是，它有共同防御条约，对，它跟台湾是没有契约的，所以你给他钱，你不知道保护了什么，你不知道啊。那个日本跟韩国都很清楚啊，他加了钱，基本上是在养美军啊。北约也是啊，那你台湾不是嘛？你台湾加了钱，请问美国有承诺要保护哪里吗？无法理赔啦。我就是什么样的理赔，他必须理赔啦。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范围，他必须理赔。你敢问川普吗？川普会告诉你吗？他不会告诉你的啦。所以我跟你讲啊，那个《纽约时报》就说，事实上这个就凸显川普的国际谈判的策略就是交易。他不认为他对台湾有任何义务啦，也不认为有什么民主同盟啦，那些都是吹牛的啦。他不要这样玩啦，他要大家把牌都摊出来啦，然后就觉得说你要我来帮你忙嘛，那以后搞不好还案件记仇都有可能呢，
而且你不要以为只有增加国防预算啦。我跟你讲，国防预算我算过了，我们目前增加了国防预算到6000多亿美金，最多也只有258亿了。请问台积电第一个厂去美国投资了多少？超过400亿。台积电一个厂就超过了。那还有嘞，美国如果叫你央行把外汇存底拿出来买美债嘞，你能拒绝吗？所以我跟你讲啦，这个不是只有国防预算啦，这你们都太天真了啦。美国就是未来川普对台湾就是予取予求，没有上限。然后他跟台湾谈完之后，再去跟大陆谈，说，台湾给我那么多钱呢，那你是不是也要拉价码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谈判里面这个是常用的招数啊。那当你台湾被标价之后，你的议题就浮上谈判桌了啦。这个才是台湾要担心的啦。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付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不知道金额该多少啊。比如说欧布莱恩这边胡说八道，5%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啊。对，问题是以色列的国防预算里面有大概将近2% 是美国捐的啊。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要出你台湾的经济受得了吗？我们如果要从目前的2.5%增加到5%，等于有另外6000亿要变成国防预算那会排除多少预算？你民进党政府撑得住吗？所以你自己想清楚吧。感觉这个不是只是一局的问题，盛峰老师，生意归生意啊，他这真的是生意人，在完全白纸黑字的在跟你谈。是这样子啊，那个王定宇的翻译就算了，什么时候他变翻译官我也不知道，还把字给漏掉了啊。pay 跟 pay us 是差很多的，我们就不提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跟川普在核战生意的时候有一个经验，他是标准的买空卖空。他在美国那个纽约的那一块地要盖的时候，川普来找，洛克菲勒大楼的人也来找，找的时候，最后呢，川普说：“我跟你合作，而且呢，我可以保证让你赚多少又多少。”那我朋友说：“那你的条件呢？”说：“我的条件挂川普大楼啊，就挂了川普就好卖啊。说我1毛钱是不花的，你挂我川普大楼，我几亿美金的房地产交易，他的处理手法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他在他的任内？一直没有对美国没有对外发动战争，只有一个道理，所有的国防部的官员，所有的这些军人找他的时候，他只问一件事情：我们能获利多少？他第一个玩笑说：可以啊，我派兵出去，那美国可以获利多少？那这些军人哪有是想这个获利多少？我只是想建功立业，然后军功复而抵。获利，那美国到底有没有获利？那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从这样的思维来看他所有的表现，那就通了嘛。对，你要我做什么可以付多少，这边付多少，最后大家来做一个相互的称重。第三个，不要忘了，川普事实上他只说出了很多美国的政客在做，嘴巴不说，他把它说出来的事而已。主持人呢，就好像在美国讲种族主义是很羞耻的事了。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不跟这样，在美国不可以讲种族主义啊，讲出来很羞耻。那所以大家说，明明对奥巴马这个黑人当总统很不爽，但是不能讲，因为这很羞耻。给我碰到一个家伙，他怎么样子，他都把它讲出来了。那大家就对啊，你说出的是我的话，真小人。对，他本来就如此啊，他从来没有客气的告诉你，所以那些政客还在那摆 pose， 有些像国民党的政客呀，还在那摆个 pose， 那他就跟你摆明，大家都这样做，只是不好意思说，然后他就很好意思的告诉你，要啊是吧，代价开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想用什么代价去跟美国谈呢？我讲最好大家想清楚一点，我们就把它回到第一个问题来，就是讲光科技的事情，这讲了大半天。到现在为止，谁敢确定那个华为的麒麟芯片是从哪里生出来的？都是猜的。只有林本坚讲的稍微，因为林本坚阿斯莫尔的副总裁嘛，他讲的比较对一点。他说是啊，就是用这个 DUV， 然后加另外一个我阿斯莫尔的光科技所产生的。那是什么？也没有人说得出来。这中芯国际说没有啊，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个从哪里产生。所以，依美国的调查能力，调查到今天为止，都还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就不晓得这个能干什么。最后，我一定要提的就是今年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讲的这个金呢，讲了一大堆啊，不要忘了，所有的军事演习都是模拟，只有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是实体。你想过了吗？我们模拟哪里登陆嘛？但是台湾是实体，而且围岛今年从佩洛西以后到现在的什么利剑 A， 将来会不会有 B7我不知道，因为每一次他就在这里学会了围堵的经验，然后回去修正，第二次再来，第三次来，第四次再来。佩洛西的第二天产生，520的第三天产生，这都告诉你什么？人家爸的蛋里，而且是把你做实体。这个实体的结果，他的每次几次的经验，他就知道这里我要怎么做，可以拒止外部势力的介入，可以对台湾进行最有效的攻击。那我们还在扯这些，扯什么东西呢？因为你已经被当作实体在模拟。其实对，刚刚盛峰老师特别提到哈，就我们是实体啊，原因什么？几次的军演确实每一次的项目都不一样，然后现在呢，也就是把他们的科研船、坦克登陆舰直接开到这边来做水文调查，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思考这个世界局势？请教一下吴老师。其实台美关系我们常常讲互宠啦，互宠就是基本上就是你靠一边，然后需要它保护，不管是安全上或者经贸上面。那台湾过去一直在护从这个所谓美国的时候，我们讲过你要付出啊。对不对？不管是安全上、经贸上，你要付出，你有代价的，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一直以为没有代价，延长兵役就是代价，增加国防预算的代价，我们要强军进武都代价，所以要别人帮忙，也要自己先付出代价。我想川普讲出了不敢讲，大家不敢讲的东西哈。这种交易型人格是非常重视利益，不听别人的，只重视自己，并且呢，常常出其不意，而且他要幕僚听命行事，所以我们要非常知道川普这个个性。其实川普要台湾交保护费不是第一次了，他在他任内军售台湾超过180亿美金，史上最高，比奥巴马还多40亿。他卖给我们 M1A2 还有 F16新型的 F16，这两个都是创下我们2019、2020军购最高我做过统计他那个 bar 是整个冲上去的。川普就是你要我保护可以，钱交出来，付钱，我们付了，我们买了，也买很多。但是买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研究川普的个性，还有他对台湾，其实他对台湾不是很好。他把台湾他上任的时候把台湾是当成一个交易的筹码。是我们还记得第一次川蔡通话，大家很高兴川普蔡英文通话了。问题他一通话之后，发现他要跟中国谈判了，马上说第二次通话 no way， 不要，我不要跟第二次川蔡通话了。再来，他曾经用把他办公室的桌子说什么？这是中国，台湾是 Sharpie， 你就一直戳他就对了第二个施政。第三个，他对于官员访台，他不太支持，也不太乐观比方说那时候国务院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 Alex Wong 访台，他很不高兴，因为是旁边人做的决策是欧布莱恩还有波顿，还有当时呢蓬佩奥他们那些人在吵的，这些旁边的人非常支持台湾。问题是川普本身对于台湾套一句波顿讲的话啦，波顿在他回忆录讲，川普对台湾极其消化不良。简单来讲，你只要讲到台湾，他会这是以美论吗？这是遗川论吗？不是，这是你要去了解川普的个性，跟了解川普对于台湾我们的战略地位跟我们的角色，他跟过去的总统不一样，跟拜登不一样。假如他真的当选了，我想民进党政府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试着去沟通、去了解，而且不好干而且真的不好干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第一个，他不按牌理出牌，他要今天叫你缴多少钱，明天叫你缴多少钱，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建议你要从他旁边的人开始做起，但是现在旁边的川普们我们现在只在知道一个 JD Vance 接下来的川普们一定都是 Yes Man， 他们不敢说任何的话，他们只唯命是从。川普说 Yes， 他是 Yes， 往东他就往东，他们不可能像过去其他那些像 Pence 这种人跟他唱反调，一个个会被他炒掉。所以川普接下来4年我们讲他独揽大权。如果他在掌控了参众两议院，我觉得这个事情会更难做了。也必须要知道，刚刚老师提到的那几个人名有没有写回忆录，特别那几个，现在都不可能再出现在他的团队当中，转播漏扫地出门啦。好，可是呢，现在美国有一个最新民调，他依旧呢还是赢的，而另一个数字呢，就是要担心，因为有80%的选民他们很害怕国家会失控可能会发生极端暴力的事件。回过头就一定还是要讲到那个攻击川普的枪手，好，虽然当场呢就被击毙了，可是大家也想问，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诡异了。第一，如果说呢他是旁边都已经有维安人员的话，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据说啦，维安人员呢其实曾经跟枪手有对望。
而且间隔了20分钟，他才开枪。等于这20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也觉得他在那一栋楼的屋顶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你没有过去问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又或者去关心他，你为什么在这里？而让这个事件发生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另一个奇怪呢，直接看画面。好，这个是川普呢，他当时在被枪击之后，大家发现来圈起来这个地方，这个女生呢说，当下他其实大家都趴下来，他不但没有趴下来，他还马上拿起手机，然后开始录影，脸上说还有诡异的微笑。到底他是谁？为什么那个当下呢？他非常的冷静，没有受到惊吓。大家也在问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另一个也让大家觉得奇怪的事情是，现在呢 ，CIA 告诉我们，伊朗可能有涉及这一些相关的案件，因为他们好几个星期前就获得了情报了。伊朗官方2度否认，说这跟我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到底问题在哪里？这一位，这个是美国前中情局莫斯科站的站长，他说了，他觉得啦，中俄也有可能哦。原因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用虚假讯息来干扰他们的选举。有没有可能呢？他们也想要加深美国内部的分裂，削弱社会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而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突发事件，却是让川普的声势有可能再次的走高。因为共和党里面那一种死忠的铁粉们，现在说他是在为我们挡子弹呐，说是为美国人挡了一枪，叫钢铁人。大家也开始想到，这跟当年那个2个子弹事件，台湾好像走得很前面呐。目前呢，选情到现在为止，他最新的一个战况就是他钦点了范斯，而且他们已经通过了提名。那也有人讲了，虽然呢他选范斯有可能是因为 Vance 他一个字金节这样比较好念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来帮忙带入一些中部的选票。因为俄亥俄州长期以来大家也知道，其实呢比较红一点点，可是也有人提出了说，你要知道他当时在赢的时候也是赢的很激烈、很些微、险胜的，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的额外的选票？大家想问，到底他有没有地方实力？到目前大家都说川普好像赢的几率有，我听过7成、8成，甚至还有人直接喊到9成的。对拜登真的很不看好。看到这个画面，可能你又会加深这样的印象。拜登呢，现在说在上飞机之前，被发现走路很慢，有没有？好像有气无力啊，原因是因为他说在拉斯维加斯参加完活动之后，确诊染疫了，轻微症状，现在赶紧呢先回家休养。那大家也在问啊，如果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退选？他说如果出现了医疗状况，就会评估是不是还要竞选连任。医师跟他讲啊，你有这个问题，你有那个问题，他可能就会考虑。现在不是考虑而已，现在要问的是党内还有多少人挺你。另一个大咖是现任的众议员谢安达，好，他同时也要参选参议员，而且呢，他来自的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加州，20几年参政经验，现在跳出来跟他讲说，拜托你退选吧，已经变成了换败最大咖，而且呢，就来自他们的非常的一个核心。贺锦丽呢，之前很多人也看到他，也开始把钱撒下去了，网络上很多他的广告，很多他的宣传。据说拜登本来看到的时候也都没什么感觉，现在呢，竟然会问人家说，你认为贺锦丽能赢吗？所以他现在真的想松手了吗？想要请教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美国人来说啦，看到现在的这个选况，其实相对忧心的是国家还好吗？会不会失控？我这个当然未来几个月川普会不会面临第2次暗杀，这个谁也说不准啊。因为川普在被暗杀之前就抱怨过，说他曾经反映多次，希望维安团队能够增加，可是特勤局都没有回应那当然也包括案发现场，因为有很多疑点嘛，对就说不是早就发现有一个可疑人物在屋顶上，为什么都没有处置之类的啦那甚至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枪击调查报告，也是由 FBI 来负责撰写，那共和党人根本就不相信可是因为川普也是一个内行人我们美国电影也看多了啦，这种里应外合的这种枪击事件多了很所以川普也宁可小心翼翼也不去痛批 FBI 或特勤队
以免又招惹了什么。反正我先当选再说啊。目前看来是，我觉得左右这个分化、那个对抗激烈那个态势还是会出来了。是因为今天那个 Vance 已经贴一张文宣啦，说贺锦丽直接批他，说 Vance 只忠于川普，不忠于国家。就用这种方式在批了。那我觉得是这样了，我觉得民主党现在在鼓励换人哦，倒不是幻想要赢总统啊，这个拜登想太多了啦。事实上，人家不是在想总统啊，在救自己。总统基本上你觉得已经输了啦。我觉得了不起就是在救参议院，救自己。众议院、参议院那众议院要赢真的不容易了，现在就输了嘛。对。那参议院现在是51-49，差一个。对。那目前宾州的民调，民主党相当不好川普领先5%。那你如果这里掉一个，那就50-50了。那副总统可以投一票啊。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意的是，绝对不能让他整个都赢啊。我觉得没有人在幻想怎么赢川普吧，这可能想太多了啦。那只是说，至少我换一个不会有心智能力问题的啦。你不要未来3-4个月，拜登万一停顿30秒不讲话，你怎么办？那个在选举期间一定会被无限放大。是。那民主党怎么办呢？民主党就会被人家认为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政党嘛。那个对候选人的伤害太大了。所以我认为换的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就是我们看拜登前一阵子，大概3天前还出来讲说什么，除非我被火车撞了，不然我不会退选。那怎么现在又开始改口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进退，他一定是有很多金主跟他讲说，你这个钱我不给了啦。美国事实上选举主要还是钱的动力啦。你没有钱，什么地方你都去不了。好。可能呢，他也承受了莫大压力，这个老先生也辛苦了啦。来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样来看？这个美国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像民主共和两党因为他们本身的世界观不太一样。我们一直讲这是他的世界观，是共和党是一个保守的世界观，民主党是一个比较我们讲前卫的。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堕胎议题也好，移民问题的、枪支议题也好，人权议题，方方面面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不是吵今年而已。他们吵过去的长期以来总统选举都是在吵这些东西，不像台湾我们吵来吵去就只有一个国家安全了，对的，就是中国这议题没有，美国人在选举都吵这些议题。问题这些议题是我们讲的这种是两面性，这种 normative issues，善恶正反二元论这种东西是没有结果的。美国人很厉害他们用这种来选举来替总统分边，所以美国人的极化，我们讲社会的极化是非常严重的。当然，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还有很多人说，美国有修复啊，那个很多政治人物出来说，彼此要 calm down， 对不对？我倒觉得 calm down 是口头之词啦，底下的选民已经仇恨非常多了，他们仇恨言论在网络上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那个是水火不容的。简单来讲嘛，像共和党就说民主党你们这些人都是叫什么劫贫济富，拿我们钱去救那些穷人，民主党就骂共和党你是法西斯啊，他说共和党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初是纳粹希特勒啊，都骂得这么凶嘞。那国家会不会失控？我不知道啦，我们不能诅咒人家。但是在这个选举制度之下，还有民主共和两党长久的世界观不同之下，他们两边的选民被激化了。班农就是好的例子啊，对，不然 Proud Boy 跟 Allskeeper 怎么来的？对不对？那些试图说要消灭对方的人是怎么来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我要讲这个狙击手特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事也蛮有趣的我在看这个城市叫巴特勒是当然这个巴特勒城我们之前讲过，它是在那个匹兹堡北方50分钟的地方啦，50分钟的车程的地方，离匹兹堡不远。它是一个蓝领的城市，以前是钢铁业，后来钢铁萧条之后，他们是有一些新的产业进来，但他们本身不会那么穷他们的大学毕业率在38%，比全美的34%还高一点。他们有新的移民移进来。但最主要的居民还是都是白人里面有95%的白人呢，所以你就知道那边是白成一片，共和党的大本营而且为什么川普这次要选这个地方？他就在拔宾州对不对？谁得宾州者得天下。我们从2020年、2016年大选大家在讲嘛，对不对？拜登是他的他地盘绝对不能输2016年
希拉里就输了宾州嘛。是，所以这一次宾州不仅是摇摆州，是摇摆州中的摇摆最重要的。哦，你说密西根跟这个什么内华达可能会输掉哈，还有这乔治亚可能会输掉。我觉得宾州如果拜登输掉是非常危险也严重的。所以我要补充这个 Adam Schiff 叫谢安达，台湾班谢安达。对，他其实他是在这个加州要对决 Steve Garvey 的共和党 Steve Garvey。Adam Schiff 他接替谁你知道吗？他接替裴洛西的选区啊，就是湾区非常我们讲白领高科技选民教育程度很高的，连他都出来讲话了。后面有没有人在帮忙在吹？我觉得这是可以看的哈。如果他都感觉到危机感了，加州是民主党大本营，铁板一块啊，加州不可能有红色的地方，全蓝的啦。问题是他都出来在喊话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个端倪可循。是，请教一下申峰老师。是，美国枪击案只是一个催化剂，美国的分裂已经24年了，最少。首先呢，高尔跟小布希的那一场选举，最后是用大法官来裁决做决定的。而关键州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就是他兄弟啊。这个已经那个输的人输的是很心不甘情不愿，那个分类是已经列下来了。然而到了奥巴马的时代里，白种人怎么会接受一个黑人来当总统？可是又不能说出那个野嘎哦，然后真的 LP 都转会了，那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这个分类一下子接下来，你看 PU 的民调长期，你就把它看出来，它就是如此嘛。然后到了16年，有没有剑桥分析的手法来选上嘛？没有人认为他会选上的嘛。剑桥分析说，反正该赢的地方就不理他，该输的也不理他，我们就来摇摆州，摇摆州的这个再来看看哪几个烫，哪几个郡，然后我用剑桥分析的方法，让希拉里就是不出来投票，就这样子赢的嘛。OK。所以那个没有人认为你赢，所以当时你的赢认为你是混球一个嘛。可是呢，当时很多人因为总统就靠过去了，这些人跟他是不同调的嘛。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要选择这个分析，因为这个是让他的 MAGA 能够有生命的延续，因为他只有4年。然后整个共和党的 MAGA 化，否则的话，他自己的历史定位也是会出问题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大家在选副总统。一般选互补嘛，他是不是互补？他是增强这个完全跟选举的手法不一样，因为他已经认知到他要做的是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看看这一次2020年了，2020年的选举是仇恨动员了。这边是说不可以让川普选上，川普选上美国完蛋；这边说不可以让拜登选上，拜登选上啊，美国会被卖掉，也跟台湾很相同这仇恨动员不是他有多好，是我要恐惧诉求这个家伙是不能上。好，这样子的20年到2024的今天，你说这个枪击不就是把美国一个分裂的社会给它催化出来而已吗？不要怪谁，因为这是你一个民主的选举加上互联网的时代，同温层来决定这个社会的选择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故事只会强化，而且不会只有美国。其他的国家大概只要是这样子的路线继续走，民主加物联网化，大概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消失。同温层这一件事情会不会让原本大家已经可以预期可能有的冲突更加深化？因为呢，现在专家已经看到了，川普大家都说压兵太多了哈。如果再次当选的话，中美关系将会4个字。惊涛骇浪。好，这个是阿斯本安全论坛的执行长他说的，分析师也这样讲啊。因为川普2.0他不讲了吗？不是所有的人都加税之外，中国还要再 double 上去。好，如果真的是这么干，那通膨会比他第一任的时候还要来得严重，而且呢会直接蔓延到亚洲各个地方来。那也有人说，如果他们当选之后，美元的新时代就会到来了。因为呢，现在对于中方强硬等等都是一致的立场。就是不止硬，还硬上还会再加硬，那等于就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广泛冲击。那美元支持贬值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理念，
有没有可能让之后你在手上拿着美元，跟你现在拿美元，你完全是不同概念？耶伦就警告了，说美元的主导地位呢，现在已经受到威胁。他特别提到的是跟国债有关的事情，因为国债已经攀升到了34兆美元，那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纷纷的在抛美元啊，甚至呢还促成了比特币啊这些加密货币他们的使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哇，会不会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他想讲的可能还有包括今年的金砖会议啦。其实呢，现在美国他们想要捍卫的就是他们自己统筹世界的一个霸主地位，所以呢，在科技战的部分当然不会手软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ASML 呢，现在不断是他跟日本对于晶片的管制，科技战呢还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地方来。不管是哪里，美中科技战他们现在用的就是最严厉的贸易管制。虽然实际的状况还没有出现，条例还没有出来，但是大家看到的时候，股市都已经先反应了。另一个部分呢，是美国他们先前其实本来讲了，想要进的是大疆，好，可问题是现在在美国商用无人机58%的市占率，而且啦，如果你真的不用的话，《纽约时报》告诉你啦，有救援人员说，没有用大疆，他们很多东西要救援啦，或者是要演习的时候，比如说森林大火那种。不能用，他们还真的就没有东西可以救所以他们自己讲说，现在也陷入两难的一个状态了。美中之间真的能够咔就真的一刀两断吗？王毅的讲法是希望啦，大家还是健康发展。就大国关系来讲，可持续的发展、均衡的发展，他觉得是比较好的。而另一点呢，则是美方一直希望恢复的全面军事交流。现在南华早报就提到了，中美高层呢有恢复了军事对话，加快这样子的一个脚步。但是战区的指挥官对话呢，现在能恢复不能恢复，很多人都说也许存在变数。所以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了？因为是现在美国即将要进行选举，那改朝换代之后，大家想看到的是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新格局？我觉得川普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喜欢就是冲突，然后妥协谈判这样的路子了啊。他也不是喜欢派兵到各地打仗的一个总统嘛。是，事实上他第一个任期他没有派兵到海外打仗。对。那可是呢，他会不惜冲撞，把筹码拉到最大，然后来进行交易啊，这是他这个领导的本质了啊。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比如说他当选之后就要求台湾立刻增加国防预算，然后就会制造两岸一定程度的紧张，可是也不会到打的程度。然后接下来他又创造自己的角色，是，不管是要我出面来安顿一下赖清德，还是台湾拜托他出面来安抚北京啊，反正他就会有角色啊。我觉得他大概搞政治都是这种搞法啦啊。不过他上来之后啊，那个乌克兰战争渴望结束了，那结束之后，这个我们说那个能源造成的通胀应该会减缓啊。所以你说接下来贸易战啊，比如说他现在扬言啊，要对中国增加新的关税嘛，因为坦白说了，他这个2016上来的时候也吹牛啊，说要把中国的关税增加到45啊，对啊，那结果后来结束的时候是3500亿美元中国的进口货，平均税率是19.3%，所以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啊。所以吹牛是吹牛，可是他一定会试图做一定程度。可是我认为这一次他要打关税战难度会变高了，因为美国的中下阶层已经活不下去了，因为目前的通膨又高，那美国的中下阶层的所得增加不如通膨嘛，所以你哪有什么本钱来加关税啊？是，你如果要加中国的关税，那中国到美国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中下阶层在买的啊，所以我认为他没有这个底气了。那至于其他就很难讲了。比如说，他会不会故意制造美元的贬值啊？这个是很多人在担忧的啦。那贬值可能是因为他债务太重因为他就是川普啊，事实上也包括他自己还有拜登留下来的整个债务那美元的债现在已经
快累积到34兆美元了。那这些问题他要怎么去处理啊？可是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说，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中国并没有因为他不断的用贸易战啊，用科技战打压啦，然后就被打死了啊。所以我认为他会逐渐面对现实。我觉得他比较不会有意识形态啦，所以他就会根据新的现实来调整美国的做法啦。比如说他的政见，那个共和党20大政见里面有几条，我认为很多都吹牛居多啦。比如说要让美国重新变成制造业的超级强国，这根本就是吹牛嘛，发生不了。停止外包，那你有岸外包都不要了，是不是？那台湾、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墨西哥，大家都不要，你通通都要收回，都要到美国投资，你有可能这样搞吗？还有他要变成能源生产的强权就他讲话都是这样啦然后美元还要成为世界的强势货币，那这样不是跟美元要贬值互相矛盾吗？对啊，对不对？所以我坦白讲啊，他讲经济的部分，我就听一听就好了。可是如果是内政的部分，他可能会玩真的那个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了。比如说，他可能会开始对非法移民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遣返，是，他有然后这样写会把美国的门关起来，移民会越来越困难对，然后会对校园里面同情巴勒斯坦跟哈马斯的言论他会取缔然后对，比如说讲那个种族平等啊，LGBT 啦，同性平权啊，这些言论如果出现在校园他搞不好也会取缔所以我觉得就像盛峰老师讲的，未来恐怕两极化会更严重因为他的内政的斗争那个都是价值信念的问题，对，那个很麻烦的啦很麻烦的可是对外我觉得如果就外交啦、军事啦，它主要的还是你要分摊啦所以北约33个国家目前军费到达 GDP 2% 的只有7个国家，所以他首先叫大家先补到2%，我觉得这个他也是在降低美国的财政压力啦我觉得这样也是务实的啦，因为美国真的撑不起来了啦，所以你要叫别的国家多出一点嘛日本、韩国也是一样那可是我认为他也会紧缩美国的战略部署了他可能会把部分的美军基地拆掉，就不要了啦，花钱，太花钱了因为美军基地目前还在用的，我认为应该还有好几百个啦那你既然不要各地派兵，你维持那么多美军基地干嘛？所以川普也有可能会做很大的整顿总之我认为川普是一个比较可能维持和平的总统因为他不信任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坦白讲，我只有这一点支持他啦而其他问题真的都很大有没有可能真的立字摆中间，道义放两旁？这个是大家对于他如果真的当选之后一个蛮大的疑问。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刚刚讲到美国政治的变局，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川普如果再当选的话，大家一直很担心几点包括经济，包括了中美关系。是这个川普2016年上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所谓的孤立主义，美国的川普式孤立主义又回来了。他不重视多边外交，他不重视所谓福州体系，他不重视刚才亮哥讲的民主价值，他反而要你盟邦该付的要付钱所以他不要做这种做这种非常大而无当、浪费美国人钱、浪费他钱的事情这种标准的交易型商人式人格。所以盟邦在2016年到2020年，大家都非常紧张，也吃足了苦头。不管是北约也好，不管是日韩也好，一上台就叫日本、韩国你就钱缴了。对而且呢，他那时候退出许多国际协定，我们知道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什么该退的都退了。那你不退，你不参加，别人就参加，所以中国大陆那时候就顺势进去。那当然，这就是拜登后来2020年选举的时候就批评他嘛，你把他好好的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都放手，让中国大陆拿走了。
所以川普如果这次再回来，他的孤立主义又要再上来了。我想这个是所有不管是北约也好，东亚他的所谓的盟国也好，而且大家现在都要换总统换领导人啊，都要重新全盘检讨没有美国做主的国际秩序该怎么做，或者是充满交易型或者我们讲的 group think 团体思维的这种啊，而且以川普为中心领导中心的这种美国外交政策，大家该怎么做？我想这又是非常头大的事情。但是美中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要讲的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做过调查，从2016年开始美中关系不太好，最主要是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这个有感度不断的下降这个美国民众视中国为关键军事威胁的比率，从2016年的47%上升到2020年的73%。所以简单讲，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好感度一直下降，造成他们跨党派、跨院不管参众议院，所有人他们现在都要推所谓反中法案那这种就是我们非常注意，就是那川普接下来对中国大陆，当然他的关税是他武器啦，他们一直都用关税做武器而且他那时候在第一阶段，我们在第一阶段美中谈判的时候，他要中国大陆买至少超过200多亿的产品，所以中国大陆买很多农副产品嘛，我们讲黄小玉嘛，他买了很多嘛，黄豆、玉米、小麦嘛，但是买完之后并没有全部买完那第二阶段谈判前他们没有全部买完，川普回来的时候，他会叫中国大陆再把剩下的贸易逆差做完。我要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其实川普的在位的时候，美中贸易不是脱钩，因为川普是我要做生意，我要赚钱，赚钱怎么脱钩？所以他一上台就把莱特希泽跟梅努钦叫过来，告诉他这上面是美中的红字你把它转成蓝，转成不是红字现在把贸易差解决掉。所以梅努钦跟莱特希泽两个抱着头回去开始做这个谈判了。所以，如果变成了这个报表来看美中关系的话，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等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请盛峰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要请盛峰老师帮我们总结。这样子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在他的国家的实力呢，跟他的资源的配比是不成比例。是。举一个例子，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倍。那中国大陆是占第一，把2到10合起来的9位跟中国大陆是排一样。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军费是 No.1， 把2到10合起来跟他 No.1 是一样。那你想，这就是实力跟他的资源的配置是充分的失衡。那这样的国家，你是当然出问题嘛？34兆的这个外债这个负债，这样的负债里面，它要利息，就在今年大概要降9000亿，再加上经费9000亿，再加上社会保险等等8000多亿，什么都没花，已经去到多少了？那你说这怎么混下去呢？所以摆在这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出现的战略最大的错误，跟中国之间的竞争。中国基本上不管你怎么说，它仍然是一个茁壮而在成长中的国家。是，它用什么？它尽量用不冲突的方法来寻找它自己发展更大的时间。而美国呢，看得出来是它的实力在下降的国家，但是它用什么方式？它用阻滞跟压制要来争取它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资源的配置跟战略上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再让美国怎么继续去混下去呢？可是美国有没有想到这个？没有。